中美有可能因为中非冲突而爆发战争吗？为此，我们需要看清仁爱礁博弈的本质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最近几天，由于中国海警船在仁爱礁与菲律宾的运载建筑材料的船只发生冲突，美国罕见地表达了力挺菲律宾的态度。再加上网上出现了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来势汹汹，又要进南海区域搞演习的消息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：中国与美国有可能因为仁爱礁的冲突而爆发战争吗？这样的疑虑其实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如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布莱克就表示，南海冲突有巨大的升级潜力。伦敦国防学院东亚战争和战略学教授阿莱索认为，美国和菲律宾可是有军事同盟条约的，这也意味着一旦解放军攻击菲律宾，美军将有义务支持菲律宾的军事行动。而且美国方面也在回应中非仁爱礁事件时提到了美菲军事协定，而中国则对美国的警告不屑一顾。这些外国学者认为，中美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了台海，因为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条款明确要求出兵台海，但是为了菲律宾与解放军发生冲突，有其法律依据。那么，中国与美国因为仁爱礁冲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多高呢？应该说非常小。首先，中国当前对付菲律宾的主要力量还是海警，没有上升到解放军动手的地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已经缺少有效的应对手段，也就是说，中美因为菲律宾发生战争，距离这个门槛还远着呢。下一步，如果菲律宾出动军舰，为其坐滩的破船提供补给，那么解放军才有可能动手，而美军是否下场才是个问题。其次，仁爱礁可不是菲律宾的本土，并不存在明确适用于美菲军事协定需要美军出手的情况。中国军人在仁爱礁就算把菲律宾给揍了，美国人更大的可能是干瞪眼。当然，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美国军队在南海根本就干不过解放军，他们并不敢动手。如果美国海军因为仁爱礁与解放军发生冲突，那么我们在解决台海问题之前，提前解决美军在亚太的威胁，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吗？当然，美国军队对自己实力的评估也是客观的，根本就不敢轻易动手。任何所谓的法律文件的解释都没有美国军队保命要紧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美国煽动菲律宾对中国挑衅的本质，主要是为了发动一场舆论战。就像美国中情局一位官员所说的，美国对华军事威慑不那么管用。这时候，美国就想利用一切办法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，而利用菲律宾这只弱鸡挑衅中国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，在南海和东盟方向，主要就是舆论战和认知战。所以，看清美国人的目标和底气，我们就明白中国在仁爱礁问题上的处置和选择。如果我们不想现在就和菲律宾撕破脸，那么仍然可以让这艘破船缓慢的老化分解，用时间来换空间，将矛盾放在以后解决。如果想杀鸡儆猴，那么就直接给菲律宾下达要求把船只拖走的最后通牒，然后再看看美国人如何自处。纸老虎就是纸老虎，中国为了保护自己在南海的主权利益，根本不需要考虑美军的因素，因为我们完全有条件给美国人上一课。当然，为了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继续与菲律宾斗法，但是绝对不会惯着菲律宾加固这艘破船。西方专家和美国想通过美菲军事协定来威慑中国，他们忘了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实力了，也不在南海造到自己破旧军舰的样子。再想想那些在南海活动的已经变成活靶子的航母和军舰，美军还有什么好嚣张的呢？